我们两个呢是06年认识的，我觉得呢他的人挺不错的。在08年的时候呢，双方父母决定把我们的婚事定下来，并且我们照了婚纱照。但是呢，家里出了一点问题，导致我们两个没结成。时间长了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就起了一些变化。我当时也是鬼迷心窍，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骗我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承受不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了。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，我都原谅不了他，我的心里过不了这一关。Baby so sorry, baby 别伤心，我依然爱着你，想着你，别离。遭遇背叛，要我如何原谅你？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大军33岁，来自天津待业高中；女主人公冰冰33岁，来自天津，是营销售高中毕业。有请两位。是都准备结婚了是吧？对。后来怎么没结成呢？是因为房子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两个人呢是由朋友介绍认识的，见面之后呢感觉都还不错，就继续交往。在经过2年的热恋之后呢，双方父母觉得是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我的父母呢是答应给我们一套房子作为婚房用，可是后来呢我姐姐呢离婚了，带着女儿回家。我父母觉得他们母女俩呢也是孤苦伶仃的嘛，就是跟我说呢，这套房子呢我和你姐姐他们住，你们这房子呢暂时就不能给你们了。等于因为姐姐的婚变导致了你们不能结婚。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他们父女俩挺可怜的。他只觉得他姐姐可怜，他一点都没考虑过我。这我也没有。当初你父母不同意咱2个人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。是啊，你的父母不也是不认可我吗？但是我说服了我父亲啊。擦擦。后来怎么了？后来他就去北京打工了。啊，去北京打工了。去北京打工了之后，你让他自己说，我都说不出口这么不要脸的事儿。说吧。我去北京打工呢，开始呢就是在一家地产公司做一些个整理文件呐、接打电话的工作。后来由于我对工作呢比较踏实认真，而且呢上司交给我的工作呢也处理的比较好，所以呢就是给我升职加薪比较快，挺好啊。是，你接着说后边，你老板怎么照顾你？让大家听一下。病了给买药吃，衣服脏了给洗衣服，是吧？然后饿了给做饭，那是一般老板做出来的事儿吗？那是普通的欣赏你吗？女的啊，女的什么？女的，女老板。对啊，然后呢？这个上司呢，就是有一天呢就跟我说呢，她老公呢因为在国外有买卖出国了，她自己在家，比较孤单，说呢就是让我呢就是陪伴她，这样呢就是可以在年终的时候呢就是都给我发点奖金，给我加薪，就是在书上互相照顾一下嘛。你老板多大？46岁。你那会儿31岁。哦，你答应了？开始呢我没有答应，我说呢我有女朋友，我很爱我的女朋友。老板说呢，你这个情况我也多少了解一点，我呢只是需要你的陪伴，你呢需要这个钱呢去买房子，你呢又可以考虑考虑。开始呢我是非常纠结，可是后来我真的想这也是一个机会，对吧？如果要是靠我自己单自己奋斗的话，我需要多奋斗。那你就想着这种不要脸的办法是吗？那我也是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活着想。你别老拿你这个当幌子。其实你说我愿意跟一个40多岁的女人在一起吗？是吧？我不也是为了早一点把钱赚到手，我们早一点买房子结婚吗？平常都是看不起别人这种想法，为什么你都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你就真搬进去住去了是吧？是的。我当时就是想，因为这光靠我的自己的努力，现在你也知道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，没房子可以租啊。我就想给他一个稳定的一个家。后来那钱挣上了，房子买了没有？后来那个交往一段时间呢，就是被他发现了，他就去找我，然后他就
就是质问我。我现在已经跟那个老板完全断了关系，因为我真的不想失去他，我心里还是很爱他的。虽然说我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这种关系谁相信说断就断呀？我跟他在这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只是没有感情你去陪他，你没感情你去陪他，我不相信。如果我跟他有感情，我光图自己享受的话，我现在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没有必要就是再回来。所以我要跟你分开嘛，你去找你更好的幸福不就得了？我的心还是在你身上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。你就是利用我对你的信任。我没有一点自己享受的意思。您是怎么发现的？在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刚开始他走了之后吧，电话啊什么的还都挺频繁的。再到后来他就跟我说，为了咱能多存点钱，我就不这么频繁的回去了。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挺偶然的，我朋友去北京，他就碰见他了，但是我朋友没跟他打招呼。然后后来跟我说，就是说他那个开着一辆车，然后旁边还坐着一女的，然后我就利用我休息的时间，我去北京找他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得去你住的地儿看去。他说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去，最后就是推脱不了，就带我去了。打开门的那一刹那吧，你就是感觉那个屋里就是挺温馨的那种感觉。在里边就发现，就是说有女人用的东西，就是一居家过日子的样，你知道吗？等于人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了。对，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那个不高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有别人了？如果要是真是有了的话，我说的你就咱俩就算了得了，因为我们俩就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咱谁也别耽误谁。他跟我说没有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就不得不信。那你跟你老板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在1年多以后吧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。09、10、11、3年。他骗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那你09年年底拿了很多钱吗？是的，房子买了，可以够首付的。那你怎么着？原谅还是不原谅啊？我不原谅，绝对不原谅。因为我当初看上他，我就是觉得他挺忠厚老实的，但是他现在利用了我对他的信任，做出这种事儿来，我绝对不能原谅。那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？虽然说当时我跟他在一起，我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，我真的不是为了我图个人享受。你非常龌龊，你知道吗？你什么时候跟你老板请辞的呀？就是因为他要提出跟我分手，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2个人在一起。所以说，如果我失去了他，我做的一切全都是白费，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说，我就辞去工作。我来的目的就是想跟他说，让他原谅我。我所做的一切呢，虽然说做的这种方法不对，但是我确实是为了我们2个人好。信任已经没有了，就谈不上原谅了。行吧，先别吵哈，听听专家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方呢？首先，我觉得从你今天一出场，对你的这种对态度的认识还是不够。你找了很多的理由，但是对于女人伤害而言的话，这些理由都1分钱不值。即使你赚了多少钱，你觉得是为了什么目的，但是你一开始的初衷是错误的。我非常担心说你这一次投机行为，如果你问题反思不到位的话，后面还会出现错误。我也考虑到这会影响我们的感情，但是我的出发点并不是说我去贪图他，对吧？我也是想找大军几年。哎，我就在想啊，大军这样买结婚用的房子，珊珊这样的房子你敢住吗？如果要是一直被瞒一辈子的话，也许我会心安理得。但是如果就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儿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原谅他。所以我觉得从根儿上起，大军就一直在犯一个错误。刚才大军的很多的言辞说，我买房子是为了让你幸福，确实他是借口。他其实就想让自己成功的早一点嘛，让自己少奋斗几年嘛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2个人在一起是真心相爱的话，这一切都是挺简单的事儿。因为这个话你跟他说过没有？我跟他说过，就如果不是我用行动已经证明了，当初他妈妈不给我们房子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分开。所以如果这个话你向他表达了之后，他还会有后续的行为的话，其实只证明这一件事，这个男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，他本身就没有吃苦的打算。
我不是说不想吃苦，可是如果吃苦的话，需要很长时间的吃苦，这样的话让他跟我一起受苦，谁不是很长时间的吃苦才买到房子的呢？但是如果让他跟我那么这个再多受几年罪的话，我也是不忍心。但是人家不在乎，人家愿意租房子。我知道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对，你还是说你自己不想吃苦？我在乎他跟我吃苦。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，你不要再以爱的名义了。到了现在，我特别建议这个珊珊要好好考虑跟他是不是未来要一起走下去。我就顺着苏老师的话往后说，我就来鉴定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虚伪。就是你可以通过出卖自己，而在女上司那儿得到更多的优秀的工作机会，你可以得到提拔的机会，可以得到更多的其他的发展的机会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如果你是要是一个有志气的人，希望自己将来的事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的话，你就一定会用你这份所谓的最珍贵的代价换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会，而不是简简单单弄那几个钱。又俗又没能力又没自尊，你说我让你说什么好？大军确实把自己给弄丢了。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一个人犯下了什么错误，最可怕的是一个人在犯错之后不知道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样的，他的价值观他的生活观出了问题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今天双方的家人都来了，我相信今天他们听到这些时候会有他们的一个看法和想法。我们听听亲人们的意见吧，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这位是我是大军的母亲。我真不知道你9月份辞职回来是做成这样的事情回来。你说你跟珊珊这么多年5年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就因为这房子没给你们，你就做出来这些事情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是这样。妈妈有点受不了真的气死我了。平静一下啊。来，那位就应该是父亲喽。对，我是女方的父亲。就是当初这个孩子的时候啊，我看着就挺窝囊，挺老实，是老实，我觉得他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息。我就跟珊珊说过，我说这个男的不可以交。珊珊看中他的这一点，就是说老实，将来以后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他过日子。我当时听到这个他刚才说的这个事情，我觉得珊珊很可怜。当初我说的没有错，他不可靠。一个老实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？你自己想想，这种男人你跟他过一辈子下去，你能幸福得了吗？他用这种方法挣来的钱，你花着能快乐吗？我现在真的知道我错了。你自己想想吧。我真的看错他了。准岳父肯定是不原谅是吧？对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，不可能再原谅他。大军有什么话说吗？现在到这个地步呢，我也觉得自己很委屈，但是我也知道我错了。我真的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还觉得你委屈？那我觉得你承认的错误都是违心的。要不然咱原谅他一回？原谅不了。我觉得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。这个事儿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结，永远也打不开。有一次背叛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、N 多次。我保证不会的。这次我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你既然已经找到了一个你能成功的捷径的话，你以后还会找捷径来走。这并不是我的目的，你就不会走更多的路了。也不是我的出发点。好了，两位，大军的妈妈还有话说吗？珊珊，我希望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们毕竟有5年的基础，有5年的感情。他这次出去，可能是他这个环境正好也赶上这么一个上司，就这么踏实一个孩子，你们相处也5年，可能我是他妈妈比较了解他，我估计你们5年的这个感情，你也对他有一定的了解，你才给他一次机会。
对吧？人生的路还很长。我觉得我太了解他了，是人生的路还很长，以后还要遇上很多的事情。这个事情你要是退一步来讲，海阔天空能给他就是说，谁能保证他以后再面对这种诱惑不动心？是不能保证，你们要走一步看一步。社会真的很长，变化也很快。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，您儿子还说他很委屈。我没说他委屈，我说他很老实。这我知道，问题他现在还没认清楚他的问题，他还说他很委屈呢。我觉得他现在心里也是很复杂。您回家好好还得教育教育他。是，我不知道他去北京是这种状况，是气坏了吧？刚才是真的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。不过我觉得犯了一次错误，你要给他一次机会，你不能给他一棒子都打死了。你觉得他以后还会犯？不见得。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，对不对？他以后也许吸取这种教训以后，也许会对你更好。我希望是这样的。我觉得应该跟他分手了。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这完全就是一个原则性的，正好就是珊珊当初最吸引他的事情，就是能够踏踏实实跟他过一辈子。那现在的发展看能过一辈子，不可能吧？能吗？问你呢？可以。谁相信能？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表现。你用这种方法挣的钱，将来以后珊珊能幸福吗？你自己想想。我可以把钱都还给他，我不用这个钱。5年的感情，你对得起他吗？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是我做错了，我对不起珊珊。我可以用今后的生活来补偿他，来好好的爱他。受伤一次就够了，我没有把握以后再会接受你第2次的伤害。好，不会再有的。两位先都冷静一下哈，我们听到了家长的意见，对吧？大军，好好想一想自己到底哪儿错了，以一个最认真的态度做最后的努力。珊珊，你也考虑考虑吧，人有时候可能真的会犯错哈。如果他真的意识到这个错误了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给一个机会？已经5年了，还有几个5年啊？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珊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毕竟我们经历了5年，这5年的时间说不长，但也不短。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将来，我会用今后的一生来爱你、关心你、照顾你。只是这样的日子，我真的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我想至少有一点是可以供你考量的，如果他真的不爱你，他干嘛要走上这个舞台，把他自己都认为难以启齿的耻辱的事情跟这么多人去说，而求得你的原谅。其实他心里如果没你，也许他会离开，他心里没有良知，他可能早跑掉了。现在轮你了，来，珊珊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已经很累了。从刚开始你父母不同意咱们做出的努力，到后来没有房子咱们一起的打拼，我真的很累了。能支持我这么多年的只有信任，对你的相信，但是你利用了这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咱们之间已经没有别的话可说了。就这熄灯吧，回去吧。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，早知道是这样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错了，真的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放开我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能原谅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。回去吧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如梦一场，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。我觉得还可以再考量考量哦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可以考虑给一个机会的嘛。他表白的时候突然就想，你说他做了这么丢人的事儿，他愿意说出来，愿意去忏悔，是不是真的他心里就已经有悔过之意了？做一个考虑吧。来，请把门关上啊！请关门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他们会往前走一步呢，还是就此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
在这个现场有36.84%的观众朋友认为，一个男人犯下了这样的错误还是可以原谅的，可能考虑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。但是更多的60%多的现场观众认为，这样的错误是不值得原谅的，不看好他们往前走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只是爱你爱你，不弃不离，不在意你无言的笑风雨，只是爱你爱你，放在你。你能理解女儿这做法吗？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啊。珊珊，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做出了改变吗？我还是选择相信他。你就再信他一回，是吧？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一次机会，别辜负他哦。是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他。来，谢谢珊珊。有这未来的婆婆说了谢谢了。您觉得这姑娘是不是？好的，今后的路他会好好带你。你回家好好管教管教。我们家里人也会好好带你。谢谢你。大孙儿，你还觉得自己委屈吗？你觉得自己多有福气啊？是。待会儿见真爱的时刻，你把你媳妇儿抱起来啊！我觉得经历了这样的磨难，应该就算走过了一坎。希望他们幸福。珊珊的爸做爹的哈，希望女儿幸福，好吗？咱们再信他一回。爸爸，您就相信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他的。既然珊珊相信你了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看你以后的表现怎么样。好，谢谢你，别辜负哈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来，这个戒指给这位叔叔。你乐什么呀？谢谢哈。这是杰利亚给本节目订婚嘉宾提供的一个订婚的礼包。大军，我想你要珍惜这个机会，好吗？想一想怎么样去表白，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，说给他，好吗？来，接下来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。珊珊，虽然我走了一段弯路，但是我们5年的感情让你原谅了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我会用我今后的一生，用我所有的能力来呵护你、爱护你，让你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。请你嫁给我呗。我只是答应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并没有答应嫁给你。你只是在继续考察当中。先把婚定了嘛，戒指可以戴，订婚戒指，不是出嫁戒指。走吧，放着走吧，放下，走吧，放下我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。